叶晨说完这些，两人冷汗已经流了一脖子。马奎艰难地吞了吞口水，下意识地问道：叶先生，您就为了考察我们，就一个人跑来墨西哥？叶晨反问他：谁跟你说我就一个人？两人听到这话，表情更是紧张。叶晨这时候指了指一旁的郎红军，淡淡道：我们不是哥俩一起来的吗？马奎一怔，随后整个人站在原地，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叶晨不提郎红军还好，一提郎红军，马奎心里更慌张。因为他早就已经拿到了郎红军的资料，所以他可以断定郎红军就是蒙在鼓里的。但是叶晨却能跟他一起过来，而且还是跟他在飞机上认识，这就证明叶晨早就已经摸清楚了他们的计划，知道他们要对郎红军下手，所以才故意接近郎红军，与郎红军一起来到了这里。想到这，他心中害怕至极。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别人总说高端的猎手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在真正的猎物眼里。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可没想到这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甚至可以说，这才是别人真正想要的结果，让他想到了非洲人抓黄蜂的手段。他们会先拿一块肉，让贪婪的黄蜂以为发现了猎物，然后叼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猎人趁自己撕咬肉块的时候，在自己身上挂了一根轻飘飘的羽毛。这样一来，猎人就会跟着这根羽毛找到黄蜂的巢穴，将它们一窝端掉。他们会把成年的黄蜂杀死，把蜂巢中的蜂蛹丢进锅里水煮油炸。总之，一旦被猎人跟踪到巢穴，就意味着整个巢穴的倾覆。他忍不住问叶晨：叶先生，您是想收编我们吗？叶晨淡淡道：收编与不收编，要看你们的实力和诚意，所以你最好给你的老大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跟我面谈。马奎思忖片刻，恭敬地说道：叶先生您稍等，我上去给我们老大打个电话。叶晨冷声道：打个电话还要上去吗？就在这打好了。马奎连忙解释道：叶先生您有所不知，这里有信号屏蔽器，手机是打不出去电话的，我要上去用座机打给我们老大。叶晨轻轻摆了摆手，催促道：动作麻利一点，快去快回。好嘞，马奎点点头，连忙冲阿亮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一起慌忙地跑了出去。上到地面之后，阿亮也忍不住问马奎：马叔，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马奎甩手给他一记耳光，怒骂道：不管他什么来头，都是你招回来的。要是这家伙来者不善，老大不宰了，你还怪了。这不能怪我啊，马叔。阿亮哭丧着脸说道：我当时跟您汇报了，您也答应了，怎么能这时候都甩锅给我一个人呢？马奎冷声道：你现在不用跟我讲这些废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情况跟老大汇报一下。阿亮连忙又问：马叔啊，那你觉得这小子真的很牛逼吗？他那张卡是真的吗？马奎认真道：肯定是真的，那东西摸着的手感就不像是能仿造出来的东西，而且这小子了解我们的底细，甚至还了解我们的动向，肯定是早已经调查过我们的情况了。阿亮紧张地问：他不能是条子吧？不能。马奎摆摆手：条子怎么可能玩得出这种路数？这小子他妈的一看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把枪，可他却一点都不落下风，甚至还把我吓得两条腿直打摆子。你觉得这是条子能有的心理素质？说着，马奎四下看了看，又道：我现在严重怀疑这小的人已经暗中把我们包围了，只是我们看不到。
阿亮听闻也愈发紧张，他左顾右盼地说道：“对了，马叔，你刚才看见他怎么正断扎带的了吗？”我他妈一点都没看清。那咋的那么结实，就是头牛也挣脱不开吧？马奎茫然地说：“这个我也不清楚，反正这个人极其有钱，极其自信，极其有魄力，来头绝对不简单，也绝对不是你我能惹得起的。说不定他真的想收编整个疯狂华雷斯。要真是那样的话，也说不定还真是个好机会。”说着，马奎又道：“就算他真的来者不善，我们也不要去动他，让老大来了自己决定。”有道理。阿亮擦了把汗，开口道：“还是让老大来做定夺吧，这事儿太他妈诡异了。”梅玉珍背后真正的上家，就是这个盘踞在墨西哥北部，名为疯狂华雷斯的犯罪集团。之所以起这么一个中二的名字，是因为这个犯罪集团的老大名字就叫华雷斯。与华夏人低调内敛的性格不同的是，西方人特别喜欢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企业里，无论是大到波音飞机，还是小到戴森吸尘器，用的都是创始人自己的名字。甚至连两个同性恋合伙弄的一个服装品牌，也要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加进去。放在华夏，这种事情并不多见，但在西方几乎比比皆是。所以就连一个犯罪集团都要用老大的名字作为整个集团的名称，而这个名叫疯狂华雷斯的墨西哥犯罪集团，在墨西哥本土的势力甚至还排不进前5，但他们所做的恶却一点也不比墨西哥其他犯罪集团逊色。为了尽可能的多赚钱，这个集团几乎无恶不作，制造、走私、销售违禁品还只是其中之一，绑架、勒索、暗杀也是他们的业务范围。而倒卖人体器官这一项，在这个犯罪集团内是一个占比很大的买卖。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个犯罪集团并非只是单纯的倒卖器官，他们为了谋取利益，专门从美国和加拿大欺骗艰难求生的底层民众，想方设法将其骗到墨西哥后取其器官，最后再毁尸灭迹。由于墨西哥犯罪集团太多，凶杀案也太多，无论是本国警方还是美国、加拿大警方都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如此一来，他们这种倒卖器官的生意几乎就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无本买卖。这种生意他们做了很多年，每一年相较上一年都会有所增长，而且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麻烦。此时华雷斯其人正搂着自己身材火辣的墨西哥女友，在恩塞纳达的地下赌场玩得不亦乐乎。他今晚手气不错，在赌场大杀四方，赢了足足20万美金。就在他玩得正爽时，手下马奎的电话打了过来。他此时正要开牌，看着赌桌上嗡嗡震动的手机，不免有些烦躁，于是便接通电话，冷声问道：“这么晚还打电话来做什么？不知道我正在赌钱吗？”马奎连忙说道：“老大，手术室这边出了点状况，有一个大人物找上门来了。”